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Testing Crystal 啊。今日咧，我想分享下點解英國推出咗 BNO Visa 移民政策之後咧，我都冇轉態移民去英國喎。因為咧，我覺得奧地利嘅學制更加適合我嘅大女啊。如果你哋嘅仔女本身成績好好，已經打算咧將來送佢去外國讀書㗎啦，咁其實而家移民去英國咧，真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啦。一來咧，英國有好多知名嘅大學啦，佢收海外生嘅費用咧就非常之高。如果而家移民咗嘅話咧，到期時可以慳翻一大筆嘅學費之外咧，你嘅仔女更加可以提早適應外國嘅生活啊。但係如果你嘅仔女喺你嘅鞭策之下，成績都係一般般嘅話，咁佢哋去英國點樣同人爭呢？佢哋入唔入到大學呢？如果入唔到大學嘅話，之後嘅路應該點樣行呢？就好似我個大女咁啦，佢嘅成績一般般，又唔係好中意讀書喎，但係嗰啲關於藝術嘅科目，例如手工啊、畫畫啊、設計啊呢啲咧，佢會好自動自覺咁去做㗎，而成績咧都幾好嘅。所以咧，我係好早咧已經知道佢要走呢個美術設計嘅方向㗎啦。但係如果繼續留喺香港讀書嘅話咧，佢嘅中學生涯咧應該就好難捱啦。而佢 DSE 出嚟嘅成績咧，更加唔敢想像啊！就算真係可以入到美術學校，佢將來出嚟又可以做啲乜嘢呢？我就係帶住啲問題去揾適合我嘅移民國家。其實好多地方咧都係會根據學生嘅成績咧去分班分流嘅。重點咧唔係佢哋點樣去分，係分完之後咧佢哋點樣教呢啲唔同嘅學生啊。就好似香港咁啦，讀完小學就會分去中學啦。中學有 Band 1、Band 2、Band 3，會根據你呈分試嘅成績同埋志願去派位啦。派完之後，唔同嘅學生會得到啲咩呢？佢哋就得到唔同嘅 label 啊。你咧就係 Band 1嘅學生，你咧就係 Band 3學生，但係佢哋要面對嘅課程同埋將來要面對嘅公開試係一樣㗎。當然有啲 Band 3嘅學生可能突然之間開竅，成績突飛猛進啦，但係大部分咧都係越讀越頹嘅啫。而奧地利咧都係會按成績咧去分學校嘅。更加分得早添，佢哋嘅小學咧就係讀4年，由6歲到10歲，之後咧就係初中啦。初中就會按佢哋成績分到 AHS 或者佢哋叫做 Gymnasium 嘅 lower grade 啦。如果成績冇咁好咧，就會分到去 Middle Schule 噶啦。AHS 同埋 Middle Schule 佢嘅主要課程係差唔多，不過咧 AHS 主要目的咧係準備小朋友入大學啦，而 Middle Schule 嘅主要目的咧係準備小朋友去進入呢個職場。但係唔係話到 Middle Schule 嘅同學咧就冇機會入大學嘅喎，佢哋都有機會轉翻去讀大學嘅。你哋繼續睇埋落去咧，就會知道點解㗎啦。而我兩個女咧嚟到都係讀呢種 Middle Schule 嘅學校啦。頭先講過啦，佢主要目的係準備小朋友去進入職場㗎嘛，所以咧佢中一、中二咧已經有烹飪班啊、木工班啊，去訓練佢哋嘅手藝㗎啦。而到咗中三咧就會有一個職業課㗎咯喎，佢哋咧會帶小朋友去參觀唔同嘅公司啦，亦都會邀請唔同職業嘅人咧去分享佢哋嘅工作㗎。我個女就同我提過咧，學校有邀請過百貨公司嘅人員啦，有酒店嘅人啦，亦都有老師啊、護士啊嚟分享嘅。等到啲學生會知道唔同嘅公司裏邊有啲咩部門啦，而唔同部門嘅人咧，佢哋嘅工作係點樣嘅。咁同學仔咧就去思考，其實佢哋想將來咧做啲咩類型嘅工作啦。而到咗中四咧，佢哋就開始準備去做1個星期實習㗎啦。我個女咧就去咗幼稚園嗰度做老師啊。當然啦，我哋啲大人就會知道1個星期嘅實習同真正嘅返工係差好遠嘅。但係咧，佢哋由揀工作啦，到去真正嘅實習，到之後翻嚟嘅檢討咧，確確實實咧係會令到啲同學仔咧更加清楚咧，其實翻工係咩一回事啊！咁好啦，4年嘅初中就咁完咗啦。之後條路應該點走呢？我自己咧就會將佢分成3類啦。咁當然就唔單止你3種選擇嘅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清楚咧，可以留言問我，我再拍多啲片嘅。咁我今次咧就分享呢3大類先。第一類咧就係佢哋都唔係好清楚之後應該走邊條路做啲乜嘢啦，但係佢哋嘅成績咧係好好嘅，佢哋通常咧都會考翻入去 AHS 嘅 higher grade 嘅，跟住就會讀翻正規嘅基本課程啦。喺4至5年之後咧就會考取佢哋嘅證書啦，我哋叫做 AHS 嘅 Matura， 就會用呢個證書嘅成績咧去考大學，即係話啲同學仔咧就會多4、5年時間去考慮其實佢哋會讀咩科目咯。而第二類嘅同學仔咧就經過呢4年初中之後咧已經知道
道自己將來想做啲乜嘢㗎啦。咁佢咧通常都會考 BHS 嘅，而我大女咧就係走呢條路嘅。咁我一陣會再講多啲。而第三類嘅同學仔咧，佢哋都唔係好清楚自己想做啲乜嘢，但係成績咧又唔係咁好喎。咁通常咧佢哋會揀入讀 Polytechnic。咁喺 Polytechnic 就會 spend 翻1-2年嘅時間啦。咁我哋都會繼續去提供唔同嘅職業俾佢哋去 explore 啦，做下唔同嘅工作。睇下佢哋嘅興趣係啲乜嘢啦，咁過咗1-2年，等佢哋再諗清楚之後咧，就可以再考翻之前講嘅 BHS 啦。BHS 嘅課程咧係分得好仔細嘅，好似商科咁啦，佢哋當然會有 accounting 啊、marketing 啊、HR 啦，而都有工科啦，工科會有電啊、電子啊、computer 啊之類嘅。咁我個女咧就中意藝術啦，咁藝術咧都有好多選擇嘅喎，例如你可以讀室內設計啦、網站設計啦、首飾嘅設計啦、陶瓷啊、雕塑啊、攝影啊等等等。咁最後咧，我個女就揀咗讀呢個 Product Design 啊。咁個課程咧就係5年嘅。咁喺5年之後咧，佢哋都會考試嘅喎，都係考呢個 Matura。不過咧就係 BHS 類型嘅 Matura 啦。咁佢哋有咗呢個證書之後咧，都係可以申請入學㗎。但如果同學仔真係唔想繼續讀書嘅話咧，其實咧佢哋出嚟做嘢咧都有好多出路嘅喎。因為 BHS 課程咧係準備同學仔去返工㗎嘛，所以佢除咗書本上學術嘅知識之外咧，都會包含好多實際工作上所需要嘅技能啦，亦都會有呢個實習嘅機會啊。所以呢啲同學仔畢業之後咧，都會好受呢個老闆嘅歡迎嘅喎。咁點解我會覺得佢哋咁樣分流會增加咗同學入大學嘅機會咧？咁其實以我個女為例啦，如果要佢讀翻普通嘅科目，呢啲科學啊、地理啊、歷史啊，要佢考取好成績咧，佢係好難㗎。佢成日都會同我講，讀呢啲嘢咧唔知為乜。但係當佢入咗 BHS 去讀 Product Design 嘅話咧，除咗一啲必讀嘅科目，即係德文、英文同數學之外咧，其他都會係同佢 Product Design 有關聯嘅科目。咁即係話佢可以學以致用啦，亦都係佢中意嘅科目啦。所以我相信佢係可以發揮得好好，考取好嘅成績，而攞住張書入大學嘅。所以如果你仔女嘅情況同我小朋友嘅情況差唔多嘅話咧，其實你真係可以考慮下奧地利，睇下奧地利嘅學制係咪適合佢哋啊。如果你哋對奧地利有更多想知道嘅話咧，記得留言話俾我知，等我拍多啲你哋關心嘅片。記得訂閱我啊，下次見，拜拜。